乌军大举空袭克里米亚机场，苏30战机被毁，俄军基地连环爆炸。乌军突袭别尔哥罗德，布良斯克弹药库被精准摧毁。乌克兰 F-16拦截7枚导弹后坠毁，克里米亚防空系统被打掉。乌军再攻入库尔斯克，俄军基地被空袭。乌克兰摧毁4架苏34轰炸机，袭击伏尔加格勒空军基地。北约空中对峙升级，德国9次拦截俄机。朝鲜7月或向俄罗斯部署6000人。法国宣布对俄实施最大制裁。乌军多线反攻奏效，俄军前线频频溃退，第132旅再现投降潮。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乌克兰军队再次对克里米亚发动猛烈打击，目标直指俄军的空军基地。俄军的一架苏30战斗机在战火中被击毁。据俄媒 Mash 披露，当地时间6月28日深夜，乌军出动大批无人机袭击克里米亚东部的基洛夫斯科耶机场。当地居民惊呼称，连续听到5至6次剧烈爆炸，爆炸声在夜空中撕裂寂静，火光冲天。现场视频显示，一座俄军仓库和防空系统相继被摧毁。更令人震惊的是，一处停机坪也被命中，一架苏30战斗机起火燃烧，火焰从油箱蔓延至机身，旁边一架直升机也在爆炸中被摧毁。虽然俄方暂时低调回应，称仅有直升机受损，但从目前画面看，损失远不止如此。更多真相或许还需等待卫星图像的进一步揭示。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不久前，乌军还突袭了伏尔加格勒的军用机场，当场摧毁了4架苏34战斗轰炸机。种种迹象表明，乌克兰正重新发动一轮针对俄军空军基地的斩首式空袭。除了克里米亚战况激烈，乌军在南部战线的攻势也在持续推进。此前，乌空军动用米格29战机，对俄军隐藏在赫尔松左岸的秘密据点投掷了 GBU-39制导炸弹，直接命中弹药库，建筑瞬间夷为平地，浓烟弥漫数公里。更具威胁的是，乌克兰特种部队已潜入俄控区，发动破坏行动，焚毁俄军临时部署点。现场森林大火蔓延，俄方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但火势仍在蔓延中。在国际支援方面，乌克兰又获得新一批援军支援。澳大利亚援助的49辆 M1A1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已现身波兰，正通过铁路转运至基辅方向，预计将在未来几周投入实战。乌克兰国产装备也在不断进化。日前亮相的重型无人战术装甲车 Protector 保护者引起关注。这款战车不仅载重高达700公斤，续航400公里，还可兼作电子战平台与战术无人机投送载具，能够深入3公里前线，支援作战与后撤伤员。随着战争进入深水区，乌克兰加大了对俄本土的打击力度，不仅继续施压库尔斯克方向，还向别尔哥罗德、布良斯克等俄军后方发起了新一轮攻势。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当地时间6月28日夜间，乌军无人机编队突袭了别尔哥罗德州沃洛科诺夫卡地区的一个俄军据点，该地疑似储藏大量弹药，并有人员驻扎。从社交媒体流出的目击视频可见，目标上空腾起浓浓黑烟，爆炸声此起彼伏，声势惊人。尽管俄方宣称被击中的是一处变电站，并引发了大面积停电，但乌军方面透露，打击目标是俄军作战据点，初步效果已造成俄军在该方向的行动明显减缓。与此同时，乌军继续向布良斯克施压。乌克兰总参谋部称，成功摧毁了布良斯克第120兵工厂内的弹药库。此前，乌军曾空袭该地的第1060后勤中心，击中一处导弹燃料仓库。如今武器库也未能幸免，卫星图像清楚显示出火灾痕迹，显示乌军精准打击再次奏效。在南部战场，乌克兰则将重心放在俄军的铁路线补给网路上。6月25日，一列为俄军运送补给物资的货运列车在托克马克市遭无人机精准打击并受损。近2周来，
乌军已先后破坏了俄军使用的8条铁路，大多集中在扎波罗热方向。值得注意的是，俄军近期正向扎波罗热调集大量兵力和军备，这一带极可能是其计划中的下一波主要进攻方向。在国际政治层面，波兰总统杜达近日抵达基辅，展开其任期内最后一次访问乌克兰。他重申波兰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作为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亲自授予杜达自由勋章，这一荣誉专为外国领袖而设，以表彰其在俄乌战争期间对乌克兰的突出支持。在最近一次空战中，乌克兰空军痛失1架 F-16战机，飞行员马克西姆·乌斯蒂缅科中校英勇殉国。据德国图片报报道，当地时间6月29日夜间，俄军对基辅等多个城市发动大规模空袭，动用了超过450架无人机和40枚导弹，配合出动5架图95远程轰炸机，从奥列尼亚机场升空。乌克兰防空部队立即展开反击，多架战机紧急升空迎敌。乌斯蒂缅科所驾驶的 F-16战机在升空后表现出色，先后精准击落多架无人机，并成功拦截7枚巡航导弹。然而，战机在激战中遭遇损伤，机翼中弹，最终导致控制失灵。在最后关头，乌斯蒂缅科选择将战机引离人口密集区域，避免可能造成的地面伤亡，也因此错失了弹射逃生的最后机会，壮烈牺牲。这是乌克兰在战争中损失的第4架 F-16，相较于战机的数量，这样的损耗比例尚属可控，但飞行员的牺牲则更加沉重。这位中校用生命守护了城市，也再次彰显乌军飞行员在战火中的英勇与担当。与此同时，乌克兰空军近日还对俄军空军基地展开猛烈打击，接连重创伏尔加格勒与克里米亚的军事设施。在伏尔加格勒的马里尼夫卡机场，乌军成功摧毁4架苏34战斗轰炸机，其战果几乎等同于 F-16目前的整体战损。而在克里米亚的基洛夫斯科耶空军基地，乌军打击造成至少3架直升机被毁，包括米8、米26和米28。尽管此前有传言称1架苏30战斗机也在此次打击中被击中，但乌方尚未正式确认。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乌军已摧毁一套铠甲 S1 防空系统，这是俄军在克里米亚部署的重要防空装备之一。根据最新公开的视频显示，基洛夫斯科耶机场在空袭后发生多起2次爆炸，远在20公里之外都能看到升起的浓烟。乌克兰再度将战火延伸至俄罗斯境内，最新一轮攻势已波及库尔斯克地区，并伴随着空中打击，对俄军后方构成压力。据 RBC 新闻报道，当地时间6月27日前后，乌克兰第73海军特战队深入库尔斯克与苏梅一带，执行侦察与破坏任务。从前线流出的画面显示，乌方特种兵在林间搜索俄军掩体，并突袭了正在巡逻的俄军小股部队。实际上，乌军对库尔斯克方向的渗透从未间断，目前正将苏梅前线与库尔斯克的战事相互联动，形成一体化作战。此次行动不仅削弱了俄军的边境部署，也有效牵制了其对乌克兰境内的攻势。在库尔斯克东部，乌军特种部队击毁了10门俄军火炮系统，其中包括8门伪装良好的牵引炮和2门 RS-1 Gvozdika 自行榴弹炮。与此同时，乌克兰空军也展开了协调打击。米格29战斗机越过边境线，突袭了库尔斯克地区捷特基诺附近的一处俄军基地。此前，乌克兰第225突击团已完成对目标区域的精确侦察，并将坐标传回空军指挥部。随后，米格29呼啸而至，投掷2枚 ASM 锤子精确制导炸弹，成功命中目标。现场画面显示，数栋建筑被炸毁，浓烟滚滚，目标区域遭到重创。而在东线战场，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战事也同样升级。乌克兰空军出动，对俄军阵地投掷 GBU-62 炸弹，展开高强度打击。地面上，乌军的无人机部队也频繁出动，在炮兵火力配合下，发射大量 FPV 自杀式无人机，命中俄军无人机指挥部。袭击引爆了内部弹药库，引发剧烈的2次爆炸。
俄乌双方在波克罗夫斯克的交火已日益白热化。据情报披露，俄方正在该方向集结逾11万兵力，显然正筹备新一轮大规模攻势。乌克兰方面面临巨大压力，而此时在库尔斯克方向实施反击，既有战术意义，也具备重要的战略价值，不仅能分散俄军注意力，还能延缓其东线进攻节奏，为乌军争取更多主动空间。乌克兰再次突破俄罗斯防线，对其空军基地实施新一轮蛛网式打击。在本轮行动中，4架苏34战斗轰炸机被摧毁，给俄空军带来重大损失。据德国图片报6月27日报道，乌克兰安全局与特种部队联合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地区展开突袭，目标直指马里尼夫卡军用机场。乌军此前已完成对该区域的详细侦查，随即在夜间发起打击行动，成功破坏了机场设施。据报道，当时该基地停放有4架苏34战机，最初的消息称乌军摧毁了其中2架，另2架受损。但乌克兰特种部队随后发布声明表示，4架战机已全部被击毁。目前更多的细节尚未公开，俄方则尚未正式回应。不过，接近克里姆林宫的知名俄军军事博主 Fighter Bomber 已确认此事的发生，并呼吁对涉事机场管理层展开问责。他强调，此次损失高达数十亿卢布，完全可以避免，并警告称，若继续麻痹大意，类似事件将持续发生。他的发言也折射出俄军对乌方蛛网行动的无力感与焦虑。事实上，早在6月初，乌克兰就曾对俄境内多座军用机场发动类似袭击，造成数十架俄军机损毁。如今在月底又再度发动，显示乌军已形成了系统性的纵深打击能力。在另一边，俄罗斯境内也出现不寻常事件。据报道，在索契机场，2架民航客机发生了碰撞事故，一架准备飞往丘明的客机与一架刚从诺里尔斯克抵达的飞机在跑道上相撞，双机机翼均受损，引发外界关注俄方内部交通与管理状况。与此同时，国际安全局势也在发生变化。波兰议会于昨日通过决议，正式投票退出渥太华条约。此次投票结果为415票赞成，13票反对，标志着波兰将不再受到禁止使用杀伤性地雷的限制。这一举动几乎可以确定是为了加强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边境的防御措施。事实上，在靠近俄罗斯加里宁格勒飞地的边境线上，波兰早已修建了长达近1000公里的防御工事。如今放弃条约限制，将为其进一步布设地雷和强化前线屏障提供法律基础，也意味着俄波边境的紧张局势可能再度升级。随着俄乌战争持续，莫斯科与北约之间的对抗也越发明显，特别是在海域与空中领域，摩擦不断升级。最新消息显示，德国空军再次在波罗的海上空拦截了一架俄罗斯军机。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6月27日，一架俄军的伊尔20M 侦察机自加里宁格勒起飞，飞行路线逐步逼近波兰与德国的领空。德国方面迅速做出反应，出动2架台风战斗机进行拦截，并在波罗的海上空将其成功驱离。这已经是德国在2025年第9次拦截俄罗斯军机，显示出俄方对波罗的海方向的侦察频率持续上升。不仅德国，英国和法国在过去几个月内也数次采取行动。早在4月初，法国空军的阵风战机就曾在短时间内拦截多达10架俄罗斯军机。而英法联合空军在4月底发起的一次大规模行动中，共出动13架战机逼近克里米亚空域，这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北约在黑海方向最大规模的一次空中演练，明显带有战略示威的意味。在北约与俄罗斯的紧张博弈中，乌克兰不仅是被支援的一方，如今也开始扮演起指导者的角色。近日，北约在罗马尼亚斯马尔丹地区举行代号为海风2025的联合军演。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军方也参与其中，并向美国陆军提供了实际战场经验的反馈。据披露，乌军的 Lelika 100无人机部队为美军提供了操作培训，并协助其优化海马斯火箭系统的运用方式。乍听之下，乌克兰训练美军似乎不可思议，
但考虑到乌方已经经历3年的高强度实战，他们在前沿武器的使用与战场应变上拥有丰富经验，特别是在无人机与高精度打击方面，乌军已跻身世界领先行列。在对抗俄罗斯的过程中，乌克兰对海马斯导弹的高效应用已成为多国军队争相学习的对象。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加快自身军事扩张的步伐。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俄方正在喀山扩建飞机制造厂，新建的机库面积达数万平方米。这家工厂是俄罗斯唯一生产图160战略轰炸机的基地。尽管俄方并未公开扩建内容，但既然已被商业卫星捕捉到图像，乌克兰方面必然早已掌握相关情报。在这种态势下，接下来乌克兰是否会针对喀山展开打击行动，引发新一轮远程袭击，成为外界高度关注的焦点。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互动愈发趋近红线，每一次拦截，每一场军演，都可能成为下一场升级的导火索。朝鲜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疑云再起。据韩联社6月27日报道，朝鲜或将在未来2个月内向俄罗斯再度派遣6000名士兵，支援其在俄乌战场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平壤方面还准备继续向莫斯科提供弹药，并以此换取卫星发射技术以及导弹系统的相关支持。尽管俄朝双方尚未就此消息正式回应，但在6月中旬，朝鲜已公开宣布派遣6000人前往俄罗斯，引发广泛关注。更令人担忧的是，据消息人士透露，朝鲜此前还已向俄罗斯输送了多达 2.5 万名工人参与无人机的生产工作。今年4月，朝鲜首次承认直接参与俄乌战争。在乌克兰战场上，前线部队也已经发现朝鲜装备的踪迹。例如，在新帕夫利夫斯克方向，乌克兰无人机部队发现了一套朝鲜制造的 M1991 火箭炮系统。乌军第413突击营随即发起攻击并成功摧毁该系统。从战场画面来看，无人机直击目标，引发剧烈爆炸。而在外交层面，欧洲国家正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对莫斯科实施前所未有的新一轮制裁，并称此举已与英国、日本、加拿大和美国达成共识，目标是进一步压低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近期受伊朗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影响，国际油价大幅回落。俄罗斯乌拉尔原油价格一度跌破每桶60美元，最低触及55美元左右。这对俄罗斯而言无疑是沈重打击，油价的持续下跌将直接影响其战争资源的调动能力。与此同时，欧盟也决定将现行对俄制裁再延长6个月，并正在筹备通过新一轮及第18轮制裁方案。不过，由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持续反对，该计划暂时陷入僵局。不过，欧盟方面正研究规避机制，不排除绕过匈牙利直接推进的可能。据内部人士透露，这一轮制裁一旦落地，其打击力度将远超此前任何一轮。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围堵与压力正在升级，而朝鲜对俄的军事支持则为局势增添更多不确定性。未来数月或将成为决定战局走向的关键节点。2025年6月29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222天，前线局势依旧激烈，各战线交火频繁，局部攻防不断转换。在托列茨克方向，乌克兰军队持续发起局部反攻，正从北面、西面及南侧3路夹击俄军的突出部，步步紧逼。在这种压力下，俄军第132旅出现进一步崩溃的迹象，再次有大量士兵选择投降。这支部队的非军事化正在加速推进，白旗频频出现在战线前沿，士气严重低落。苏梅方向的战斗也正向着乌克兰有利的方向发展。过去24小时，乌军成功将俄军从米罗皮利亚郊区驱逐，并重新掌控了奥列克桑德里亚这一小型定居点。整个苏梅前线逐渐倾斜至乌克兰一方，从俄军的无线电通讯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其困顿和疲惫。越境作战的俄军士兵已经身心俱疲。乌克兰第225突击团近几日持续展开大胆而精准的战术突袭，正在有效削弱俄方在该方向的防线韧性。转向东线，在卢甘斯克利曼战区，
俄军于5月份曾集中兵力攻占了里德科杜部东部大部分区域。尽管该镇在战略意义上并不突出，但其空旷地形适合布置推进至利曼的战术节点。遗憾的是，乌克兰军队在6月28日迅速展开2轮反击，就成功撕裂俄军布防，使得此前的俄军战果岌岌可危。在托列斯以南的巷战中，乌军第132旅也取得了突破，他们在废墟般的城区建筑中与俄军展开激烈交火，最终击退了对方的防守力量，并俘虏了部分俄方人员，为后续进攻扫清障碍。不过，在哈尔科夫以北的沃夫昌斯克方向，乌克兰仍面临挑战。据战术地图 SW 显示，该地区的完整收复尚未实现，沿边境线仍有5个定居点处于俄军控制之下，局势仍显焦灼。在顿涅茨克西南方向，波克罗夫斯克红军村与大诺沃希尔卡之间的交接地带也出现俄军扩张态势。目前，俄军已推进至波克罗夫斯克西南方向的舍甫琴科沃村，同时也在大诺沃希尔卡北面与南侧展开多点渗透。该区域战局持续恶化，双方交战烈度不断上升，控制权仍处于反复争夺之中。整体来看，尽管乌军在部分战线上取得积极进展，但东部战线仍暗藏巨大变数。未来几日，战局或将迎来新一轮关键拐点。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